提起豪宅，大家脑海里是蝙蝠侠哥特式都铎风的伟人庄园，还是钢铁侠建在海崖之上的未来感浓郁的城堡，亦或是暮光之城中卡伦家族被森林环绕的极简现代建筑。如果这些都不是你的菜，那温哥华背山面海、历时5年多建造的这套独栋别墅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看得起豪宅的爱树，今儿为大家带来这套豪宅，身处西温哥华，占地28000多平方尺，6个多篮球场的大小，6房10厅10卫，总价只要1个多亿思。平时只住一位男士，那离天堂很近、离红尘不远的房子到底长什么样呢？来，咱们简单看看。入户铁艺大门，葫芦造型，缓坡向下的硬质铺装地面，内有黑科技。等会儿一起说。到底是2低中高的电动卷帘门车库，里边还有什么车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转过来的楼梯向下是步行入户门，外门整体中轴对称规整，2侧门柱和车型入户门一样，也是非规则天然石材贴面。双开入户门打开，你会被正面的天然鱼缸吸引。这种风格的玄关影壁墙是你归家的第一视觉焦点，既不能一眼望穿，也不能过度阻断，要的是一种气场的透视关系。再看立面，顶板银箔，天旋为上，石材满铺，地黄为下，椰子壳的茶几座椅，搭着不算名家的挂画。你以为这就赋闲在家吗？骗骗。转过来是中式现代的会客区。常规的是水晶吊灯加 L 型转角沙发，不常规的是明式高端灯挂椅加椰子壳椅腿的扶手椅。设计的巧思得在这儿盘，不信你们看，正面木雪石墙居中缺的那块设计成回望的端景。你品，你细品，像这样的设计的 callback 的细节还有很多。接着来，回游动线后是10人位的主餐厅，整面后切的木餐桌保留了原始的纹理。冰与火之歌让餐叙的氛围不能自己。你要觉得这儿太正式，那咱就移门后。这还只是阳台的冰山一角，来，咱们一镜到底，简单感觉下这70多尺长的连体小阳台。你的圣伯纳、高加索、伯恩山养在这儿，是不是还行啊？不过屋主的宠物是这3位。坐休闲椅看到的景儿算是 Pro 版、Max 版，等会儿咱们上去看。回到室内，一旁的厨房多面采光，极度豁亮，琉璃吊灯下自带高低差的中岛，被 L 型操作台环绕。这种条形窗和咱们之前看的成都麓湖豪宅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好处是可以随时感受外部绿意的拥抱。感应扇贝柜门后是各种干爆，中式养生局在这个空间就特别的浓郁。特别是等会儿看到中厨，那看之前嵌在水晶冰天然石台面的 Wolf 石烤头灶台，咱们得知其道用其妙。90年前创立的炉灶品牌，主打一个精控和耐用，堆料十足，相当于皮卡里的 Cybertruck， 是很多欧美明星家里的常客，相当凑合。再是这对 Sub-Zero 的冰箱，每台都是36寸，一台冷冻，一台冷藏。话说呀，我有这同款的饺子，你们呢？就这俩品牌往这一杵这美诺就是弟弟了，所以咱今天就不说美诺了。向外的第2餐厅由意大利 Bugster 吊灯点亮氛围，再由3面采光窗拉满情绪。餐后散步阳台连通着下一层。不过咱们先把室内看完。最里侧的中厨，空间硬件基本就这样了。亮点是这些养生原料，这有点触及我知识盲区啊！你们有懂的吗？懂的话帮我打在评论区上，让其他朋友看到。东北角的茶室有点简约，桌面终于不是整面后切实木板，但座椅依然是。这位男业主貌似对这种收缝的严谨度就特别高。老规矩楼梯上，电梯下。沿着铸铁扶手栏杆向上，背景墙透着金箔飘落的既视感，飘落在镍银吊灯之上，寓意金满堂，银满箱。2楼上来，咱们先看一下东南角那100多平方的主卧套房。双开门打开，闲雅续厅坐落在2把扶手椅，和楼下的一样，也是椰子壳制品。
都是太平洋绿色这家专注环保的家居品牌。他们家善用椰子壳、竹子、藤条等可循环的材料，这个在咱们的频道啊也是第一次见。转过来的卧房5扇采光窗，显得2.2米乘2.4米的 King Size 大床有点朴素。对于这栋阳台自由的独栋别墅来说，最佳观景位它来了。背靠滑雪胜地塞浦拉斯山，面朝游轮穿梭的英吉利湾，近观石门桥、斯坦利公园，远眺温哥华城市天际线。再远一些，你还能看到贝克雪山，在这儿发呆相当凑合。回到室内，这儿的主卫也还不错，双台盆使用灵活，出来一侧是一个独立的衣帽间，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开合收纳，挂放叠放。朝南另外2间卧房风格不一，但房间面积差不太多。再次连体阳台，让你亲近自然的体感就相当的不错。朝北2间客卧，惊艳的不是家居陈设，而是都有竖窗的框景，仿佛给疲惫的你进行惬意的按摩。对了，还记得开头的车库吗？来，咱们一起给它解个锁。肉眼可见能停3辆车，居中车位加高处理，能停下 RV 高身房车。电动卷帘门打开 ，call back 一下开头的车道，满铺护锁防滑地砖加车道地热系统，让你在雨雪天气也能够轻松把握。还行。坐电梯，咱们下底楼，先看一下德味拉满的设备间，这里控制着你家里所有的冷热水，包括前置净水。加拿大 IBC 的锅炉品牌，不用多说，谁用谁知道。出来，对面是恒温恒湿的工艺酒窖，铁艺隔温门打开，里面和玄关一样，延续了天旋地黄的色调。找半天没见迈卡伦、清景泽这些，反倒是这些茅台、女儿红身处 C 位。那你说这是为啥呢？继续出来是个社交娱乐空间，是你 PS5、Xbox、Vision Pro 这些3A 大作的独立赛场，空间不小，就耍得开了。放轻松的另外方式还有蒸桑拿，而且干湿蒸、不选择，这都得有。挨着的水吧台方便开私人 party 用，或者提前准备观影结束后的餐点。提到观影啊，那这间影音室咱们可以好好来盘盘。风格极其简约居家，墙面天花和投影墙背后内置了10多个扬声器，观影一时爽，一直放松，它一直爽。所以下个房间咱们去SPA间。耳朵洗完澡，身体也得放松，所以你需要配个SPA间。5星技师自驾来为你安排。放轻松后，走2步到卧房，瞬间入眠。这种安排你们满意吗？如果你有晨起运动的习惯，拉开移门，你的露天恒温室外泳池随时在这儿300，36乘16尺，人如果不多，基本上也够用了。大家赤诚相间的氛围和私密都得到位。这个自带手绘壁画的门厅灰空间，就可以规避大部分的视线。如果你不太喜欢热闹，问题也不大，可以到自家建的迷你高尔夫推杆练习场呢，简单的练一练。房看完了，反差挺大。乍一看外观啊，觉得金碧辉煌就完事儿了。仔细瞧下来，没啥名家大作，也没啥奇珍异宝。这位男屋主亲自告诉我啊，每栋别墅里都有他自己的钢琴，他呢就要放个藤条椅。其他人家里影音室都全暗，他就得开个窗。别人主次卧分明，他就要做到基本上一样的大小。甚至他最喜欢的房间是临泳池的客卧，因为他觉得这样朋友住过来就会觉得很舒服。他在和我介绍的时候，很自豪地说，他的家居软装很多都来自于 Our Country 中国，这在他很多的白酒、中草药、中式家居里边可见一斑。对了，还有速冻饺子。如果车库里边再配上咱们的国产新能源车，那就完美了。我知道很多朋友和我一样，多少对身居海外的华人会有点略带偏见，觉得他们就纸醉金迷、完全西化，见识华夏文明的影子。但我在这套房子里边看到的却并不是这样。我能感受到各种中式生活的痕迹，一种久违的亲切感。也许若干年后，我们也能安稳于日常，浅喜于光阴。无论身居何地，都能延续着自己华夏的烟火气。OK， 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觉得还行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你身边的朋友。我是爱叔豪宅，就这么回事儿，咱们下期见。